好，我们接着来玩巴拉圭。在上一集的结尾，我们已经成功的拿下了邻居玻利维亚。这一集我们就需要去报一下这个三国同盟的仇啊。虽然说是三国同盟，但是只给了我们巴西和阿根廷的吞并目标，并没有给这个乌拉圭。那也没事，只要我们待会儿点完这个国策，我们就可以无限制宣战了，直接正当化一下乌拉圭就行了。我们接下来这个清洗军队中的意见分子，现在先不着急点完我们就没战斗力了。我们现在倒是可以通过决议里面的这个任命埃斯蒂加里维亚为领导人，直接让我们这个将军政变上台啊。但是相比于我们现在的这个领导人，这个将军给的东西没我想的那么多。或许这个决议的作用就是帮我们把这个胜利总统的 debuff 给卡掉，顺便切换成中立主义啊。总觉得现在就切换还是有点亏的，我们待会儿把周围国家都解决了再说吧，正好政治点数也不够。目前我们要做的就是赶紧把部队集结一下到这个阿根廷边境，待会儿准备开战了。根据我们现在的库存，想造很多部队不难啊，可以先把剩余的这些火炮都用完，然后再出点跑马用的部队。比较难受的一点是，因为我们的战争刚刚结束了，所以之前国策帮我们免费开的人力已经没了，现在我们人力是倒扣的，所以得抓紧时间开启下一场战争。很快我们这个国策就点完了，接下来就可以点一下紧急授权了，直接对阿根廷宣战。虽然两家的部队差不多，但是阿根廷这边明显地形好打一些啊。巴西这边很多地上都有这个炎热，不太容易进攻。比较整蛊的一点是，当我们进攻了一小段距离之后，这个阿根廷会自动屈服啊，然后把我们原来的这块地还给我们。但是这一块地我们肯定是不能满足的，所以继续宣战啊。不过继续宣战之后，我们的部队会被弹回家，所以又得重跑一遍了，还是很折磨的。有了紧急授权之后，我们就可以正当化乌拉圭了。不过要的时间有点长啊，而且不知道英国会不会保毒。南美这一块我还没试过。接下来就是赶紧先把这个大规模征兵给它点掉啊。毕竟我们现在这个人力一直是在倒扣的，有点吃不消。好，到这边为止，我们总算是跑掉了阿根廷啊，但是因为我们是内陆国家，是没有海军的，所以没办法吃阿根廷的船。
这个还是有点伤的，实在不行我们有一招就是傀儡他一块地，这样的话他的船会保留在傀儡国身上，我们到时候把它吞掉也是能吃到他船的。阿根廷的船大概有2个战列舰吧，还是挺香的。不过考虑到我们国策的要求是控制全部核心，所以就不玩花的了，直接全吃吧。好，这样一来的话，我们离拿这个完整核心的国策就只剩下5块地了。下面这3个英属圭亚那、苏里南、法属圭亚那都是同盟国阵营的，所以我们待会儿只要帮这个德国打一下就能到手了。南美洲打仗比较折磨的一点还是这个损耗啊，我们损耗明显比战斗损耗的装备还要多。现在缴获了一波阿根廷的枪，算是补上来了。我们的部队很快就调动到了边境，现在可以对巴西宣战了，已经可以点2级学说了。这个口袋防御给的协行补给加48小时还是非常有用的。和之前一样，依然是无条件和平了，可能就设置成 AI 必然会和平。很快我们就把这个巴西跑完了，因为我们已经不是内陆国家了，所以可以直接吃到海军。接下来我们要做的也不多了，就是静等这个德国开战，然后我们加入轴心国就行了。那我们可能要提前做一下这个伞兵啊，待会儿用来登陆英国。虽然我们已经统一了大半个南美洲，但是吃不到工厂啊。接下来国策的话，感觉得优先把这个对新领土进行镇压给点掉了。至于下面这个国策，我们先不着急点啊，点了之后就加不了阵营了，所以得先把同盟国消灭掉。在这边等时间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就是明明我们已经全吃了巴西了，但并没有控制所有巴西的核心地区啊。我在这边找了半天才发现，原来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秘鲁偷吃了我一块亚马逊啊。这个就非常的奇怪了，因为我和巴西交战的时候，秘鲁并没有进战争，所以这块地他怎么也吃不到手啊。就偏偏在我打完巴西之后，他归属了秘鲁，这下我就有点难办了呀。看来我们打完乌拉圭之后，还要去打一下这个秘鲁战神啊。这到底是什么隐藏机制，还是做 DLC 的忘了这件事了？莫名其妙给我少一块核心，这不整人吗？这边还有一个细节没讲，就是我一直都没有换领导人，主要是怕我们宣战的国家被保读啊。现在我们是蓝色政体的话，我们正当化应该不会被保读的，但是我们变成中立就不好说了。目前我们这个领导人也挺厉害的，感觉不换的话反而赚了，毕竟这15防御是10打10的 buff。 这边乌拉圭突然换了一个新总统，不过这和我们也没什么关系了，毕竟我们快要正当化好了。接下来的国策主要以开科研槽为主啊，我们一直2个科研槽玩到现在，有够憋屈的。正当化完乌拉圭之后，我们直接宣战。
这边再正当化一下秘鲁，必须得把这块地吃回来，不然待会儿插一个核心。我是真不清楚这个亚马逊是怎么到这个秘鲁手上的。开战之后，突然给我刷了一排的租借法案，看来我们这个蓝色政体好处是真多啊！我只是打个乌拉圭而已，大伙就不用这么大费周章了吧？既然枪都已经送来了，那我们也只好盛情难却，勉强收下了。他们这些装备都是按月为基础的，理论上我们可以一直不消灭乌拉圭，然后在这边等他们给我们送装备。消灭乌拉圭之后，我们又缴获到了一批装备，算是把我们缺的全补齐了。只能说民主这个政体还是特别好的啊，可以到处吃香喝辣的。战争结束之后，这些国家就把租借法案全取消了。不过我们也是要到了一点饭的，看一下其他国家的装备啊，各式装备加起来也有几千了。这个国策有点离谱啊！我本来以为他是直接送我4个民工的。觉得还挺赚的，没想到是要我们完成左边这些国策才可以拿到民工啊，这不就搞笑了吗？这个秘鲁的地形实在是太差了，真的就是人均战神啊！在没有特别强的部队或者空军之前，最好还是别打吧，太折磨人了。不过我们这局也没有办法啊，毕竟不拿下这个亚马逊的话，我们就点不了国策啊，只能这样了。这一仗把我们装备都快损耗光了，还好又缴获了一点，但是缺的炮还是特别多。接下来帮德国打英国的话，可能会比较麻烦。好，到了这个39年8月份，德国总算对波兰宣战了。我们接下来也可以找机会加入一下战争了。关于这个加强重炮的话，我们肯定还是选这种加炮兵攻击比较好。单纯的减这些花费对我们来说用处不是特别大。才发现我们这个加入轴心国的选项需要确保军队忠诚才可以，那我们只好直接正当化这个法国了呀。为了防止我们现在这个民主政体待会儿进不了轴心国，我们最好还是先切换成中立主义吧。原地等了35天之后，总算正当化好了，得赶紧宣战了，不然法国要被德国给灭了。我们这边部队直接冲吧，因为荷兰也进了同盟国，所以是可以一起吃的，顺道一块灭了。
这个德国直接就拉我们进轴心国了。法军还是有一点点难打呀，可能是因为我们这边堆的部队太多了，有点缺补给了。这个 AI 全部堆在港口这边还是有一点难受的，不过我们也可以利用这个港口给它全坑杀掉。我们现在把这些地全部拿下的话，应该就可以点国策了。可惜的是，我们现在已经进了轴心国了，再点这个国策还会离开轴心国啊，导致我们并不能把这个英国给他们打投降，这个就很尴尬了。所以我们还是先不着急点，我们先去把英国灭了。圭亚那这边解决完之后，我们就赶紧把所有部队调到这个法国去啊。德国消灭法国之后，我们好像也收到了一些库存，目前装备还是正的。考虑到我们部队大部分人力都是法国提供的，我们这个也算是回故乡了。从这个德国运兵的情况来看，他是想帮我们防守本土啊，直接轻坦石全开过来了呀。我们部队总的来说还是有点太惨了，目前这种情况想打赢英国有点难啊，可能还是得靠盟友来打了。我们就负责上岸抢港口吧。攒了好久，总算是把运输机给攒齐了，不用再造了。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准备跳伞了。难道蠢驴把逻辑给改了吗？他居然在这边放了兵啊，那我们这下就不太好跳了呀。我们待会儿先跳一个去伦敦看看情况。这个轴心国的飞机还是挺厉害的，居然把空优全抢下来了。这英国飞机是不敢飞了吗？也没看到英国的飞机啊。我们再抢一下这边的空优，应该就可以跳了。不过这边的话，飞机还是差一点啊。希望这个 AI 能主动把飞机全调过来。我们在这边打的话，应该也能把 AI 的飞机都吸引过来。这德国的飞机是真多啊，居然有1400架，直接把这个英国飞机给打跑了，他不在这边打了，那我们有完全的制空了，可以随便跳了。先去伦敦看一眼啊，这边每个港口都有部队，还动不了。不过我们上岸之后，他的部队也被我们调动起来了，看看他往哪里走啊。走的还是挺快的，不过我们这个港口没有安排跳伞的部队啊，这边倒是可以跳了。不过我们现在又抢不到空优了，德国怎么把飞机给调走了呀？这是什么鬼？刚刚不是1000多架飞机在这边抢吗？全过来抢这边了吗？也没有啊。那我们试着往这边走走看呢，他这个港口已经没人了，让我走过来吧。啊，居然真让我走过来了呀！那这个运气是不是有点太好了？主要还是我们控制不住这个 AI 的空军啊，要是他一直帮我抢的话，就没这么多事了。赶紧把这几个能点的都点上啊，要和对面拼命了。希望能在我们坐船过去之前撑住啊！不过这个 AI 好像根本就没有管我们，把我当空气了。难道修改了英国的作战逻辑吗？为什么假装没我这个人了？那我只好把英国全吃了呀，他这个根本不管我的，有点奇怪了。我们现在这个6不2炮还是比较能打的，打英国应该能碰得动的。看了一下，英国明明还有近100多个师，为什么他就不打了呢？只能说这局有一点诡异啊！我本来都准备放弃跳伞了，但是英国部队就是没什么反应，也有可能是我们之前
重进过一次存档的原因。不过这个重进存档也是开战前的事了，他这个反倒直接走了。等我这仗打完了，我一定要切回去看一下这个英国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到底在想什么。好，到这边我们就不费吹灰之力的把这个英国给跑完了。这局英国的逻辑实在是有点太诡异了，我一定要切出去看一下。我专门切回了刚刚我跳伞上去的这个英国啊，我看一下它的操作逻辑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不管我的伞兵。首先是他的20个守家的部队确实都在堵港口，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边这个港口没堵，然后他把部队给调过去了。然后英国的空军也都还正常啊，正常的在抢制空，不过是真的抢不过德国。英国的飞机是不是有点太少了？怎么到了40年英国才 1.7K 的飞机啊？已经完全被德国碾压了。这个英国是忘了造飞机了吗？好像英国连出飞机的资源都没有啊，他连这个旅都拿不到。虽然 AI 设计了先进的飞机，但是他就是不用啊，他就是在造这个旧飞机。然后守家的部队总共快30个师吧，有一些是拿去登陆了，但是也不知道再去什么地方。他这个是要去登陆哪里啊？哦，原来是调过来准备登陆我家了呀，怪不得不在家里面呢。其他一些部队就全部堆在了这个沙漠里面。最怪的一点就是我跳伞上去了之后，他直接把伦敦的这个卫戍区给取消了。这是能自己取消的吗？不应该默认直接全部卫戍的吗？最后地就吃成这样吧，实在抢不过这个德国啊，我们也没多少分，就吃点船回来好了。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挂机就行了，因为我也懒得打了。虽然我们可以选择去把美国灭了，但是太累了。加拿大现在是我们的傀儡国，我们在边境修点基建就可以暴杀美国了。点完这个不再有第2次美洲殖民，我们就自动退阵营了。再点一个传奇故事，就能获得南美洲的大部分核心了。好，我们总算点完了传奇故事，变成了这个南美自由邦啊，地图颜色也变成了高贵的紫色，工厂直接暴增到了121，人力的话接下来也不缺了，直接300多万啊。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可以快速爆兵了。之前一直没有做部队，主要也是人力不够。有了这么多人力，我们消灭美国应该不成什么问题啊。目前我们国策也没有点多少，但是我们的这个攻击力就已经加了很多了。这个讨伐帝国主义确实有一点离谱。然后就是我们其他的一些武装力量给的 buff 了。这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边为止吧。现在我们这个实力，接下来打赢美国再去吃德国只是时间问题啊，没有必要再重复了。关于英国、德国 AI 逻辑的改动，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研究一下的。好像 AI 都和以前不一样了。